这岱山上，一年四季不长鲜花，每到秋夏的时候，才闻得几声鸟叫。像那样一个一年四季没有一线生机的地方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在上面过了10年。他马上要回京了，你难道不想看看他10年后是何等模样吗？等他回来，我便找机会去看他。将军，您不能再喝了，您要去兵库巡视。哦，是，我忘了，近日公务缠身，怕是没空去看他了。既然将军还有公务在身，在下就不打扰了。林郎，那日在泾安侯府中，我便觉得帝家被陷害一事，安宁定然知晓。那您为何不告诉任大人？他与安宁自幼情同姐妹，一不想把她牵扯其中。此次安乐出京，我们替他好好查查。还有荷花坠子的事儿，抓紧查。是。没见过。你呀，嘴上说是来查坠子，我看你是想自己来挑武器吧？哎呀，这不找个趁手点的武器，怎么保护你跟小姐？本来还想着这人是行武出身，或许会用这坠子换把趁手的刀，可这一路的武器铺咱们都问过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哎，这都找了1天了，我肚子都饿了，就知道吃。我饿了吗？这个坠子过了10年才重现于世，对主人来说必然珍贵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当掉。近年来江南水患连连，饥荒不断。走了，去哪儿？米铺。米铺。可算是问到了，咱俩这回终于可以去饱吃一顿了。就知道吃，现在只问到了这个人姓钟，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和下落呢。啊！可是我都饿了。明天呀，咱们随小姐去江南最大的酒楼望江楼吃饭，管你吃够。真的吗？嗯，行。难得殿下主动一回，不枉费安乐一片真心。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也得把戏演好。这一招炸胡，还是舞弊案时跟你任安乐学的。可是安乐对殿下的真心可不是演戏演出来的。你当真这么觉得？说起来，你为什么总喜欢对着海燕自称安乐？自称安乐是因为我要时刻提醒我自己，我是在用这个假身份陪他演戏。安乐说出来的话，做出来的事，都是假的。今日太子殿下大驾光临，
这望江楼可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太子殿下，我代穆天府众乡绅百姓敬太子殿下一杯。殿下，为何不饮酒啊？莫非是嫌弃我等照顾不周？殿下，哎，太子殿下政务繁忙，不宜饮酒。正好呢，我安乐喜欢饮酒，就让我为太子殿下代劳吧。好，好啊！任大人不愧是女中豪杰，巾帼英雄啊！哎呀，过奖过奖过奖！海量啊！是啊，来，任大人，哎，任大人，等一等，任大人，钟大人，不妨让诸位一个个的来。是下官照顾不周，对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哎呦，何必要这么客气呢？反正以后到了江南，少不了要各位照顾我呢。正好啊，借此机会认识一下，阁下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城南刘本善。哦，刘本善是个好名字，果然人如其名，善良的令人发指。哎，干了！令人发指。哎，请。阁下尊姓大名啊？在下城东古明红。哦，古明红啊！干！小姐这酒也不知道喝到什么时候，不是说带我们一起吗？稍安勿躁，小姐既然已经令我们备好快马守着，就一定有她的打算。不是，那温硕怎么就能跟他们一起进去啊？还记得昨天刺客来之前，小姐命我陪她温习功课吗？是有这么一回事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她呀，自有用处。任大人，在下再敬你一杯。安乐，切莫贪杯。无妨。任大人，刚才你喝着一圈任人酒的时候啊，太子殿下可紧张得很呐。是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大美人，在京城之中，有多少男子为我倾倒呢？别看这太子殿下平日里正襟危坐的，他其实心里头醋劲可大着呢。是啊，任大人此前就经常在凌香楼流连忘返，还常与其间之人嬉笑打闹，我怎么能放心啊？殿下所言极是，这件事情是安乐做错了，以后安乐绝对不会让殿下独守空房。这杯酒，安乐敬上。真调皮！没想到啊，这堂堂的太子殿下，竟然爱上了女水匪。无妨无妨，安乐以3万水师求聘，这般手笔，于我太子而言，也算不上丢脸吗？其实我们早就听闻太子殿下和任大人的佳话呀，所以今天备了一些薄礼，以和二位能够早日结成秦晋之好。是，这边请。哦，哎，钟大人，不可！安乐乃朝廷要员，岂可随意接受贵重礼物？太子殿下，您这话说的，就对任大人可就没有诚意了。这是贺喜祝福之礼，又和贿赂不一样。您见过哪个把祝福眷侣的礼物往外推的呀？啊？
你这又是参谁的折子呀2份参的自然都是任安乐。为何是2份？这一份参的是任安乐受贿。受贿？你那弟弟不就喜欢给人送礼吗？事后好拿捏别人。只要任安乐敢伸手，那就是收受贿赂的重罪。那这一份呢？哇！五彩琉璃皮儿。哎呀，大家这盛情，我跟太子殿下怎么能不领情呢？哎，别的不说啊，就光是看看今日这盛况，简直就是为我跟太子殿下办喜宴呀！任大人真是通透。来人，把这些礼物都收起来，等宴席结束之后，送到任大人的住处去。哎，慢着慢着，既然都说是喜宴，那这可就是份子钱了。这份子钱和大家送的礼，我跟太子殿下怎么着心里都得有个数吧。小厮，去拿笔墨纸砚来，大家自己送的什么，自己都在纸上写清楚啊。好嘞。大人，你看这安乐这个要求，本太子认为并不过分。任大人，这点薄礼，不用真的写吧？怎么就不用写了呀？你自然是要写下来的，不然之后我跟太子殿下怎么感谢你呀？这要我们写呀？怎么写什么呀？这麻烦了，这办法。来，请吧。哦。怎么办呀？他记不住别。这又不是上断头台，你紧张什么？这个吧，哎呦，怎么了，文叔？他明明姓古，怎么突然变姓金了啊？我娘家姓金。古老伯啊，做人可是要诚实啊！咱们太子殿下就在这看着呢。是。诸位啊，这是我亲弟，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大家可千万别糊弄啊！对，他是我亲手抚养长大的，过目不忘这点，我倒是可以作证。姓古。哎。诸位，你们可都得看好了啊！这可是你们亲笔承认的贿赂朝廷要员的证据。文书，把这个交给苑琴，送往驿站，务必交到陛下手中。是。啊，这不行吧？这。以奇珍异宝贿赂朝廷3品命官，罪加一等，算起来抄家也不为过。别说，走。哎，钟大人啊，
你又没犯错，也没行贿，你跪下来干嘛呀？对不对啊，殿下？快起来吧。啊，殿下，你们听，这窗外好像发生什么事儿了。你看，那是怎么回事？要不我去看看？今天事还真多呀，殿下。殿下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许是之前赈灾的粮食又吃完了。这帮灾民听说殿下御临，便前来巡视。这更不凑巧的是，赈灾的银两4日才能到，仓库里边1粒粮食都没有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可都怪太子殿下，要不是你非要来这望江楼，怎么会害了这些乡绅，又连累这些百姓啊？乡亲们，我们在这跪了这么半天了，太子却迟迟不出来，还派兵堵着我们，太子拿我们老百姓当人看了吗？接下来，该你一锤定音了吧？钟大人，我们今日本来就是为了商量赈灾之事。赈灾银未到，官仓又空乏无粮，我有一个更快救济灾民的办法。殿下请讲。让这些乡绅将功赎罪，开了私仓放粮。可我们又没粮可开。哎呀，如果他们也没有粮食的话，那他们方才那些行贿的证据，可不是都到陛下手中去了？乡亲们，这太子殿下装聋作哑，不如我们趁此机会杀出一条血路，透一个说法。对，走，逼他出来，走，走。太子南下，反而引发暴乱。纵然钟礼文受罚，怕是我们的储君更要为此担上首责。此局难解。那要看执旗的人是谁了。钟礼文千算万算，算漏了寒夜身边的意外。大人此话何解？任安乐此前统领3万水师，个个对他忠心不二。他钟礼文不过煽动几千难民，是在小觑他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即使众乡绅能把粮食捐出来，但他们的居所分散，得花大量的时间。这灾民气势汹汹，这安抚得住吗？殿下，钟大人，我问你啊，大靖储君在你慕天府被百姓围堵，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呀？啊？下官该死，只是身在望江楼，不能调动更多人马。太子殿下，不能为您解忧，臣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，真该死，真该死，真该死！哎呀，不够啊，不够啊！太子殿下，我就说这不够，根本不够。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，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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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死！钟大人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说的可是太子殿下的禁卫军也不够围堵这些百姓的，又没说你巴掌打得不够。你说的对，楼下灾民上千人，禁卫军不过几十。安乐，日落之前，你能替我守住这些灾民吗？安乐说过，只要是殿下祈愿的，安乐都会做到。好。钟大人，储君无戏言，
我会亲自前往众乡绅家中征粮。安乐，等我。安乐与殿下，望各不相负。诸位，我以大靖太子的名义保证，赈灾粮今日必到，请大家稍安勿躁。不可能，这怕不是缓兵之计。诸位，太子殿下马上就去取粮食，有我任安乐在这儿陪着大家，全当是人质了。你就是那个救了流寇、治了京城高官儿子的水匪。既然你任安乐替我们老百姓做过主，我们就再戏你一回。原来大家都知道任安乐啊！大人英明，便是江南也略有耳闻。有您，我们也愿信殿下一次。那我也愿向大家担保，有我任安乐在此，太子殿下绝对不会抛下大家。现在灾民群情激愤，本官也希望太子殿下能取粮顺利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我出身靖南，一介水匪，你们大家最怕什么，最想要什么，我都知道。你们的苦难，我也能够感同身受，所以请各位父老乡亲放下心来，太子殿下定会带来粮食。殿下，日前慕天府刚发掘了一处铜矿。今日粮仓里多半粮食都已经交到矿上去了，并不是小人不愿意给，而是实在是……无妨，带我去取剩下的半仓粮食即可。我家的粮仓距离此地甚远。咱们现在出发，带路。啊，小人遵命。哦，在这儿。在这儿。话说我任安乐剿灭东迁，千里求聘，然后又拿下了科举舞弊案，这才得了太子妃的晋升机会，然后来到这江南，与大家一起赈水灾，也才有了跟各位父老乡亲相遇的缘分啊！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快，在这儿。太阳都快下山了，太子还来不来？大家少安勿躁啊，别急，马上就来。乡亲们，我看呐，这里面就有诈。这太子下江南的时候，我听说压根就没带粮食来，骗我们的。真的呀？哦。好像走错了，又走错了啊！都是小人的错，怕是没办法让太子殿下在日落之前拿到粮食了。再拖下去，望江楼下怕是真的要失守了。粮食呢？给我们粮食！我们要粮食！各位父老乡亲，要粮食！我要粮食！各位父老乡亲，看，太子殿下带着一半的赈灾粮来了。来，我们去抢！各位父老乡亲，为了防止哄抢，请大家先登记名册，按量发放。任大人，你这又是想耍什么花招？拖延时间是吧？对不对啊，大伙儿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是不是粮食？万一是石头和沙子？对呀，怎么证明？真是粮食，真的有。证明了吗？大家别乱，排队登记，跟着我走。难民里会有钟礼文的手下，我已命吉利备好了假的粮草，里面有个扎了黑绳的大米袋子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殿下何时学会诈人了？所谓
近墨者黑。也不知太子殿下那边如何了。下一个。后来登记，我家一共4口人。对。我叫陈大力。耳东想说，饿死了！哎，等等，大人，登记再领粮。好几个孩子，您行个方便吧？果然是假的！我这米是假的，你的身份也是假的。如果你敢大声嚷嚷，我这刀就捅进去了。带走！是任大人，你怎么突然抓人呢？那人刚才还给咱们出头来着。放人！放人！各位乡亲父老，他带头插队，若我不施加惩戒，对守规矩的人不公，更会惹得他人效仿。到那时，老幼妇孺又如何保证自己的口粮？眼下太子殿下马上就会带着粮食过来了，大家少安勿躁啊！可你这话已经反复说了好几个时辰了。对啊，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太子殿下，你可要快啊！我们不找了，索性就到这儿吧。殿下，咱们还没到那儿呢。太子殿下，粮食来了！太子殿下，这些粮食只是其中一批，其余的已经在送往望江楼的路上了。做得好，回望江楼。是，出发。我的粮食啊！可就出人命了！该不会有诈吧？谁听这酒味儿啊？这是酒号吧？安乐，你辛苦了。诸位乡邻们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我向诸位承诺，绝不再让一个子民饿死在我大京的土地上。蒲柳之姿，焉能入人卿之眼？能入。太子殿下容冠中原之脸，自然是能入。人卿今日行事，也叫我佩服。然安乐，谢谢你所做的一切。不用谢，我说过太子殿下所愿，我都会尽力为你做到。太子殿下该不会以为这光天化日之下我能对你做什么吧？我任安乐可是正经人。一本正经的任安乐，
唯独在我面前胆大包天。好他个太子，好他个任安乐！大人，先喝口茶。来，大人，我看您不必如此。这慕天府怎么说也是您的地盘，亮的太子也不敢对您怎么着。奇耻大辱，你懂什么？如果像侯爷所料，之后他们的下一步要从江南水患入手的话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关于赈灾一事，殿下打算怎么谢我呀？安乐，你果真聪明。殿下这是打算夸我了？来来来，多来点。望江楼之言，钟离文想要行贿你，然后威胁你，你却用记名单的方式反将一军，逼出了赈灾宴。这也多亏了殿下养出了温硕这么一个过目不忘的妙人。我去取粮之时，也多亏你派出了院书，反抄了米行的仓库，还顺带捎了几本有用的账本回来。嘿，殿下既然要夸人，那要夸的多一些才是，这样才能让人有心情做更多的事啊。这个钟离文虽然蠢笨，但确实是钟义侯手上一把好用的刀。然安乐，我问你，若要彻查钟离文贪腐的证据，该从何处入手？自然是要从河道款上入手。100万银钱修建的沅江河堤坝，不出1年便已决堤。这中间不知有多少银钱被这钟离文中饱私囊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必须要找到河工和账簿才是。我听说，钟离文确有一本内账。是了，河工是人证，内账便是物证。若要查河道款的话，自然是少不了薪酬，还有物资这2项。找到河工，那么就能查清薪酬的出入；而若是找到内账，就能够让一切物资还有开支通通的水落石出。进来。太子殿下，小姐，我去查过了，钟离文将去年修河的500河工都征召了去，说是要重新修葺河道。原来你早有准备。那当然了。殿下，我去河道处问过，修河的河工都不是去年的那一批。哦，原来殿下查的比我还早，而且还查的那么深入。那我刚才白费那些口舌干什么？不算白费，只是让我再一次确认，任安乐不愧是任安乐。小姐殿下，我们就先下去了。这么说起来，这内账还有河工其实并没有任何下落。藏500河工的难度，还是要比藏一本内账要高许多。殿下的意思是要从河工开始找起。哎呀，殿下不会让我连夜去找吧？哎，殿下，你这么兜兜转转一个大圈子，还跟我聊了那么多公务，无非就是想要回避开头安乐问你怎么答谢我的问题。殿下你就不用慌了，也不用装了。其实殿下昨日就已经答应过我了。何时啊？昨日啊，不说要封我为美人吗？庆祝一下。我那只是夸你是美人，那不算数的。殿下既然要装糊涂，更是要答谢安乐才是。唉，这殿下是一杯酒都不愿意跟安乐一起喝呢。果然，安乐是殿下用过之后便藏起来的一把刀罢了。
如此良辰美景，终于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做些什么好呢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生得真是英俊，果然是京城第一美男。任安乐，你也不差，是个奇女子。子渊，是你。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对，太子殿下，我回来了。太子殿下，你可否跟子渊说一说，当年陛下被问罪之后，陛下可曾让你看过什么证据？我看见了，10年前帝家军救安侯府，还有府里的海棠花都开了，好美，好美，好美，是很美。那陛下可曾对你说过什么？太子殿下。陛下对我说，他说你是我的太子妃。什么太子妃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奶乎乎的小丫头。这丫头，本以为私下独处能套出点话来，没想到喝醉了比任安乐还不靠谱。任安乐，韩也会娶嫡子渊，他不会把太子妃之位给天下任何一个女子。哪怕他对别人动了心。殿下，醒了。那，醒酒汤。殿下，昨晚你和安乐姐发生了什么？你回来了。你在我眼里
就是一个奶乎乎的小丫头。殿下，门没锁，推门。苑琴，不让你给太子殿下送的醒酒汤，你送去了吗？哦，如此修长又骨节分明的手，愿书？哦，愿书？哦。太子殿下这么早找我，是为何事啊？然了，我不善饮酒，昨日若是酒后失礼，还望你不要责怪。哎，昨夜太子殿下可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如果太子殿下可以再逾矩一些的话，我现在也就不用为了太子妃之位这么死磕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什么话呀？我不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吗？然安乐，以你的才能，若是可以，你可愿陪我共创乾坤盛世，就如同当年的太祖和帝家家主一般？太子殿下，这世上不会再有第二个韩太祖和帝升天了。是我妄言了，安乐。我想，我们还是聊聊河宫和内帐的去向吧。这才是我仰慕的太子殿下呀，也是把所有麻烦都推给安乐的太子殿下。寒夜和任安乐第一关顺利通过，我们接下来就该为他们铺后面的路了。是，大人提得巧。此前千月阁打探江南消息，得知钟礼文擅长行贿与要挟，贪污的记录都在一本内账上。这本内账我们之前就查过，不过因为钟礼文藏得太深，江南又非我们的地界，一时难以得手。大人别着急，何幻营坠子有线索了。哦，坠子出现在慕天府，据说是一个姓钟的人当掉的，只是此人现在下落不明。林朗，你办事总是让我很满意，辛苦你了。这米行老板的描述是不是出错了呀？这小镇也不大，怎么会谁也没见过这个人？行武出身，该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。帝家小银毕竟不是什么寻常事物，或许他去米铺时，在容貌上做了伪装。啊？那再拿着这画像找下去，也不会有结果的呀。哎呀，我好饿。面前，要不我们先吃点东西？老板，要2碗牛肉面。哎，好嘞。容貌伪装只能改变皮相，不能改变骨相。江南人都是娇小玲珑，五官清秀，而此人身材高大，面容硬朗。身材高大，
面容硬。客官，您的面。谢谢。你多吃点肉。老板，这2位姑娘的面钱我结了。哎呀，你起开！老板，就结这位漂亮姑娘的。哎，这画像上的男子，莫不是你意中人吧？是院叔的哥哥。院叔的哥哥？对啊。院叔怎会跑江南来找哥哥？院叔本来就是江南人，与哥哥从小失散。对，我就是来找哥哥的。院姐，那个望江楼是江南最大的酒楼，我改日请你一起去吃饭呗。带上院叔。你说带谁就带谁。这些我认得，这是院叔他们的收获，但并不是钟离文的内账。内账是死物，河工可是活人。殿下的意思是，活人难藏。钟离文若是被我们逼急了，必会对这500人下手。就算下手，那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呀。我昨日意外得知，穆天府只用3天时间，便征召了500位矿工。这些人很鸡贼啊，居然把河工当作矿工来看待。大人，他们已经查水患的事情了。他们真的要从水患入手？千真万确。这事到如今，那些矿工就不能再留着了。今天晚上你就带人。大人，那可是足足500条人命。怕什么？啊？可江南一带向来都是多山贼出没，今夜山贼突袭赵家庄，500矿工无一人幸免于难。是。那依照殿下的意思，这钟离文还真是钟义侯的一把好刀啊。这账本上记录了铜矿地点，就在城南赵家庄。那这矿工找到了，这内账又该如何呀？我一会儿就去拜会一下钟离文。至于这封信，殿下果然学会查人了。解聪，殿下，一会儿将这封信送往驿站。记住，务必要在2日之内送到刑部尚书骆明熙的手中。属下遵命。大人，他们不会真的找到那本内账了吧？不可能。他们不可能这么快。这本内账关系到您和侯爷的身家性命，要是真让他们发现了，那这绝对不可能。我得去看看。
钟大人似有急事，看来我来的不巧啊。下官不知太子殿下突然造访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不必多礼。请。请。不知太子殿下来此所为何事？我此次来江南，只是想安稳解决水患一事，难免倚仗大人，所以想请大人多多协助，日后我也好向陛下复命。下官钟礼文率穆天府25位理事官员，听太子殿下的差遣，必定为太子殿下鞍前马后。好，坐吧。谢太子殿下。钟大人，江南水患的源头在于河堤不固。我已查明去年修河堤坝河工的下落。太子殿下，这些我若是没查明，大人还想瞒我到何时啊？太子殿下，此话何意？钟大人，我看你这盏茶不错，来，与我说说，从何处得来啊？坐下。我还想跟大人了解江南的情况呢，大人不会不愿意告诉我吧？啊，不会，下官一定会知无不言。大人，我们难不成是中圈套了？大人，这官矿居然还能遭遇山贼，也是稀奇。这山贼遇上水贼，渊琴，你说谁能赢？要不渊叔，你来试试。准备。哎，大人，不要放箭，不要放箭！我们不是什么山贼，我们是穆天府的衙差。你们是衙差，那我们就是玉帝派来的天兵天将。给我放箭！大人，大人，我们真的是穆天府的衙差。胡说！衙差怎么会穿着土匪的衣裳？又怎么会跑到赵家庄来？小人没有胡说。大人，小人是穆天府的师爷。我们大人收到密报，说是今晚有山贼要洗劫赵家村，所以才乔装而来。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啊！大人。哦，果真如此？你们真是衙差？将军，若是不信，可以随我们回穆天府找钟大人对质啊。渊叔，找人去穆天府问问去。
太子殿下，我们在城南赵家庄抓到了一伙山贼，任大人不知如何处置，让我来问问。钟大人，江南境内竟然还有山贼，实在是让我有些惊喜啊！下官知罪，只是因近日水灾，这些山贼才冒了头。平日这帮山贼，依钟大人之见，该如何处置他们呢？这帮山贼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理应杀无赦。好，得了钟大人的首肯，我与任大人行事便方便了。太子殿下，我亲自去城南处理此事，更深录众，钟大人不必相送了。恭送太子殿下。大人，好他个太子，竟然让我把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。看来这些衙差是保不住了。大人，您这是去哪儿？河宫藏不住了，内帐我一定得看看是否安妥。我去就回。你们守住门口，其他人跟我们进去。不好，中计了！钟大人，多谢了。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这是下官妻妾的账本，难道太子殿下和任大人对此也感兴趣？太子殿下如若不信的话，可以亲自查阅。文硕，你来看看。把钟离文拿下，锁带上。是。太子殿下，你不能抓我，我是穆天府的夫尹，放开我！都给我放开！放开我！我是穆天府的夫尹。钟离文，你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哼，是陈玉同僚的赈灾文书。你弄来这个是想说明什么？太子殿下，这文书上的薛字和这账本上的翠字笔法一模一样，强笔拖了鼠尾，行笔又操之过急，还有这个文字，与您之前给殿下请柬中的文字也是一模一样。钟大人啊，这怎么解释啊？下官夫人不识字，下官找人代为记账，这又有什么问题？殿下，我已查明。这账本上一共有12位小妾的名字，而这12位小妾的字迹，与文书上这12位官员的字迹一模一样。
钟大人难道忘了我昨日说过的话？这可是我过目不忘的弟弟。怪就只能怪你自己自作多情，非得搞出望江楼、鸿门宴那一出了。任大人，任安乐，要不是你，钟丽文，这12人恰是参与去年修河低款下放的官员，你还敢说这不是你的内账？给我押下去！是，走。好家伙，居然出去了24匹人马，这些都是去慕天府临近县衙抓人的。除了钟礼文，还有12个官员涉案。等再回来，这马上可就驸马人了。这慕天府地方不大，贪官倒不少。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哪像我啊，有殿下言传身教，只会出落成个翩翩小公子。苑琴姑娘，特地给你带的。还翩翩公子，就你？温公子年纪尚小，待将来一番历练，定能有所建树。是啊，其实我就是年纪有点小，但我的心智啊……但是，现在确实乳臭未干，有点幼稚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洪水消退，贪官倒台，我倒想看看这些慕天府的百姓们到底许的是什么愿望。这应该是在祭奠亡魂。今年水患，死伤者难计。其长堤永固，永绝此患。江水常清澈，人间久清明。这倒是让我想起万人写书，一切都还历历在目。如今想来，还是如此触目惊心。这每一盏灯，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好在他们还有人纪念，有人惦记着，总有得云开月明之日。可是，太子殿下，我入大理寺区数月，就知道有很多冤假错案。只是一个慕天府，就已经有这么多浑浊，也不知这大境的百姓，何时才能够等到江水常清澈的那一日。江水常清澈，乃积岁之功，并非一朝一夕可得。但是太子殿下，有些人踽踽独行数年，可是一直都不得沉冤昭雪，他们无人记得，无人挂念，那些人要等到何时呢？我无法回答你，但是安乐，大境有你这样的扬清扫浊之人，我相信终有一日，可得人间久清明。更何况，你不是一人，无论何时，你我皆是同行人。谁稀罕同行，同床还差不多。
哎，小心！太子殿下，你害羞了。是安乐。你打我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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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的。殿下想什么这么开心啊？安乐，嗯，你很好。殿下为何突然这么说？今天最大的功臣难道不是温硕吗？是你一早便把温硕算进这个局里。你知道他聪颖强记，必成梁柱，所以初下江南便设计我带上他，又以怨秦师探确凿，这才让他此后处处有功。那还是殿下把温硕培养得好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够把人名字还有自己都记得那么清楚的。其实殿下何尝不是在下一盘棋呢？从查河宫开始，你就一步步想让钟离文陷入到你的陷阱里面。那也是因为有你这个聪明的合作者，才不至于让我唱一出独角戏。哎呀，毕竟我也是殿下花了番心思才筛出来准许留在身边的呀。不，然了，你其实是唯一的意外。最完美的储君，难道不是将一切意外都变成志在必得吗？殿下被我说中了心思，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？这。瞧。让温硕，一会儿你随我一同上堂去。好说，殿下。殿下是不是觉得身边少了个人呢？马上就要审案了，不要嬉皮笑脸的。最近大臣们纷纷上书，钟离文那边又迟迟没有来信，难道是江南那边出了什么纰漏？若太子查到他的话，会不会牵连到我们？难说。看来只有再动用那颗棋子了。夫人，请。那你就不怕他在手下留情？他是什么脾气秉性，我比你清楚。上次他还了太子一报，这次要是再完不成任务，他绝不会有脸活着回来见我。殿前，外面为何如此之吵？小姐不去看看？听随行的侍从传话回来说，殿下将一众官员驳斥得哑口无言。这就已经开始查案了？是啊，今早，殿下听说小姐不肯前去和他一起审案，还独自在门前站了好久才走呢。他去做他的盛世储君，我去凑什么热闹？若非小姐，殿下的穆天府之行绝不会如此圆满。对了，荷花银坠子查得如何？我和院叔这几日也多方盘问，最终得出是一名中姓男子所盗。然而这中姓男子孤苦伶仃，
目前人还暂时没有线索。看来他和我之间，总要有一个不圆满。哇，这怪不得外面都说钟离文跌倒，全江南吃饱啊！哎呦，这哪是府邸啊，这根本就是藏宝库！名职名高的贪官，死不足惜。据府上家丁说，钟离文的书房从不让人靠近，名单很有可能就藏在其中。包在我身上。兼三才儿两知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来这干嘛？这钟离文虽然是个贪官，但还算是附庸风雅。想着他的书房定有很多绝版古籍，就过来一把眼福了。你呢？你瞧着也不像是爱书之人啊，无端来此处，难道是来找他的哥哥？找你哥哥呀？对啊。你哥是这家的府丁？关你什么事？你真是个庸俗之人。温公子手上这本书哦，这本书我刚去看了一会儿，就觉得特别精彩。苑琴姑娘果然同我是知音啊！我刚才就想跟你分享来着。但这里光线也太暗了，要不我们出去看？好啊，我觉得这句写的特别好，你看。8万将士的名单这么长，能放在哪儿呢？殿下都忙完了？对。钟离文贪墨赈灾粮和核底款的证据确凿，已判秋后问斩。其余官员已被革职查办，还有乡绅家产充公，已被赈灾之用。殿下办事利落。安乐，你也并未偷闲。为殿下排忧解难，我还是很在行的。那些赈灾银也已经在送来的路上，这些灾民也可借此稍作喘息。要我说，其实这朝廷根本就不用送什么赈灾银过来的，反正一切都已经被殿下安排得明明白白了，不是吗？安乐，不是我，是我们。哦，说到这个我们，安乐可就有话要说了。既然我都帮殿下破了这么大一个案子，那我在太子府的位分是不是应该连升3级啊？我想想啊，美人，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到了良院的位置了？这么看来，我离太子妃就只有一步之遥了。你当真这么觉得？不管我觉得如何，太子殿下如今不是还有个尾巴没甩掉吗？殿下在想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想。我猜猜啊，殿下应该是在想，这个任安乐偏偏想要在这多留几天，而我呢，就偏偏不遂他的意，气死他，对不对？
没有。没有？那殿下就是在想，等回京之后就把任安乐扔到那个太子妃混战里，跟逗蛐蛐一样看着，得有多好玩，是吧？真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殿下一定是在想，等我回京之后就让任安乐成为太子妃。要不，殿下就是倒着想，等我回京之后就把这个任安乐给踹了。任安乐总觉得我在想任安乐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是，我也时常告诉自己，不应该。不想就不想。那殿下倒是告诉我，你这么着急回京是为什么呀？依了你的建议，处理那条不安分的尾巴。为何殿下不留在江南守株待兔啊？新的府尹即将上任，若刺杀发生在慕天府，会让他惹上麻烦。殿下替天下人都想得周全，唯独偏偏漏了任安乐。任安乐，真没有，我其实是……哎呀，殿下。太子殿下，看，是太子殿下和任大人，快看，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任大人。恭送太子殿下回京。恭送太子殿下回京。寒夜携任安乐，拜谢诸位。太子殿下千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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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乐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些百姓有你这样勤政爱民的储君，是韩家的福气，也是大靖的福气。当年帝家为了休战止戈，相让了半壁江山给韩家。如果帝圣天可以看到此景象，想必他也不会后悔。你说的对，这世上也许不会再有第二个太祖和帝圣天，但我们却可以迎来海晏和庆的盛世。我家殿下和安乐姐真般配啊！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在很多人面前牵起我心爱姑娘的手。你知道如何才能像太子殿下一样年少有为，受万人敬仰吗？像太子哥哥，那必须得做到少做梦，多做事。呛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我们从骑马变坐马车了？殿下安排我们先行回京，他与小姐一起前往苍山。苍山？你说殿下带着安乐姐去苍山了？院姐，这苍山是什么地方？苍山啊，那可是个极少人才能去的地方。
安乐，这里是苍山，每年这一日，我都会来到此处。寒夜，我从没想过，有生之年我还会再走进这里。安乐，见陈礼吧。安乐，见陈礼吧。他想说的不止于此吧？你锋芒毕露已成事实，朝廷之中不会因此毫无芥蒂。回京之后，我会上奏陛下，无论是赈灾，还是寻得钟礼文贪赃枉法的证据，功劳皆在于你。既然都知道我得罪了忠义侯，太子殿下还要为我上奏，是存心要逼安乐彻底站太子殿下的队，从今往后一条道走到黑呀。安乐，你已卷入朝廷争斗之中，无法脱困，所以我想以太子的身份恳请你留在我身边。太子殿下不肯娶安乐，却要用帝王之术将安乐绑在身边。不知太子殿下是否还记得，我曾对太子殿下说过，只要是太子殿下你祈愿的，我都会尽力为你做到。那既然太子殿下说要做知己，那便做知己吧。
既然作为知己都能够来到皇家禁地，安乐应该觉得知足才是。你能答应，我很高兴。只是这太子妃之位虽然不可得，但安乐还是会全力以赴争取。你我并肩前行，未必要以婚嫁之名。啊，那我三问水师的聘礼怎么办？我怎么会那么轻易就放弃啊？太子殿下，那可不是我任安乐的作风。就算当不了太子妃，我也要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在为谁而跳。那条尾巴。殿下，好身手，不及你。我早料到今日殿下会来苍山，没想到任大人却成了计划里唯一的例外。你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们俩都被殿下给算计了。殿下，你这棋下的可真好啊，一箭双雕啊！原来我是被骗来苍山的。殿下，您用千金之躯，只是为了诱我出来吗？毕竟你乃忠义侯座下暗卫之首，大境不世出的剑法天才。殿下是何时察觉我的身份的？你曾效忠我7年，我自是信任你的，不然你也不可能成为我的贴身侍卫，统领太子府禁军。只是此次下江南，忠义侯未免太过心急，务必要在2日之内送到刑部尚书骆明熙手中。属下遵命。他已经走了，殿下是何时发现他有问题？遇刺当晚，我便说过我们当中有人是内鬼。可是我们亲近之人有苑琴、苑舒、温硕、吉利，还有这个简肃。得到闵行账本当日，我便将铜矿下落按照2个时辰的时间差告诉了他。若是他们当中有人透露了风声，那么钟离文那日必然会动手。原来是内事。那晚的刺杀，不取我和安乐性命，只为给我们警告，也是你的授意吧？殿下与我，毕竟有知遇之恩。可惜你还是背叛了我。忠义侯亦有恩于我，属下不得不做。殿下，接招吧！他不是寒夜的对手。殿下，你心慈手软，可杀不了我。我只知道，你是我7年来的友人。真是殿下值得。殿下早都想到这结局，所以不带一兵一卒来到这苍山，就是为了要留他一条性命。可惜，他太过骄傲，不愿承我的情。
他是领了情的，不然殿下也不会毫发无伤。走吧。殿下，殿下与我也是友人与知己相称。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殿下太子带着任安乐去祭拜了太祖，是。难不成真像任安乐所说，他给太子排忧解难的灵动心思，让太子心动了？赵福，笑什么？老实说。老奴不敢。朕恕你无罪。陛下，您想想，这任大人江南一行，对忠义侯的一系，又是得罪了一遭。太子殿下，若是真的对任大人有意，太子一向嫉恶如仇，朕一早就知道。他早就不满古云年的做派，如今几次三番的给古云年下马威，虽是得罪了权臣，也算在民间树立了储君的威望。如此说来，太子殿下能和任大人默契配合，也不枉了陛下的一片期待。只是太子有朕撑腰，而任安乐也是树了劲敌，只有太子一个人相护，怕是如履薄冰啊。那陛下的意思是，等他们两个回京后，朕跟太子好好商议此事。好。华珍，照我说的做。是。出来吧。大人，新任的府尹已在千月阁的保护下安全抵达江南上任，治理水患的工作也在顺利展开。你办事我总是很放心。大人打算如何处置钟离文？听说这钟离文喜欢给那些不听话的下属穿小鞋，那不如我们也给他做上铁锈鞋，让他也尝尝。大人是在给任大人助兴吧？这钟离文处处和任安乐作对，如今到了我手里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？只是任大人现下已经动了古云年在江南的根脉，若是回京，势必会引来更狠的报复。这也是我担心的，所以我刚才已经派人给韩仲远送了折子，因为目前以我们的势力，已经不足以保护安乐了。钟义侯那边，再派人给我盯紧线。是。简颂死了，
任安乐还是安然无恙。看来我真的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的确，最近来府里的官吏少了很多。他们是怕成为第二个钟离文。这群人也不想想，本侯若是倒了，他们一样一损俱损。侯爷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夫人放心，断了骨头还连着筋，陛下是不会轻易对我们下手的。那任安乐呢？他只要活在这个世上一天，我就一天心里不能安宁。侯爷，你去哪里？去见陛下，为任安乐请功。侯爷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他立得大功，难道我还要明面上和他针锋相对吗？夫人觉得呢？过了这道城门之后，风波又会更加激烈了。不过安乐有句话想问殿下：方才在苍山之巅，我亲见殿下下了局好棋，殿下何时把安乐也给算计进去的？那你又是如何猜中我的算计的？自然是因为殿下对安乐知无不言了。任安乐，自从你打着3万水师进京求聘的旗号，便每一步都踏在我的计划之上。这也都算是巧合吗？与其说是巧合呢，倒不如说是缘分吧。你到底为何而来？哼，安乐千里迢迢献上3万水师，自然是为太子殿下而来的呀。我不管你从何处来，但我知道，你本性纯良，心怀大义，我会帮助你站到你想站的位置，也相信你会是个治世良臣。太子殿下总觉得自己将安乐看得一清二楚，却从来不肯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殿下说自己对安乐从未动过心，安乐偏偏就不信。我要赶紧回京了，要让我未来的公公看看他未来的儿媳才是。这。任安乐，你翱翔9天之翅，不该折在我的手里。话说那任安乐与太子联手，屡破大案，江南赈灾之行，更是传为佳话。那日灾民齐聚望江楼，眼见赈灾官兵恃强欺弱，忽有一女子站了出来，用长剑将盛着馊水煲汤的木桶一劈2半。这女子何许人也呀？竟南任安乐。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殿下又会如何？任安乐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愿一直信你。小姐，这2日你不在，这京城可是热闹得很。怎么了？这一夜之间呀，您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京城，比咱们出进京求嫁太子的架势还要威名赫赫呢。而且有传言说，这穆天府之行啊，您十有9功。咱们小姐自然是了不起，只是到底是什么人在催动这些声音啊？肯定不止一人。
除了骆大人，还能有谁？太子。是，太子如今对小姐的事情是渐渐用心。甘露时雨，不思一物，万民之主，不阿一人。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储君，只可惜如今我只是任安乐。小姐，你现在是不是对太子殿下有情了？苑琴，你还记得你闯入晋南大山的那日吗？记得。若不是小姐，苑琴早已冻死在山里。你要永远记得那一日，除了你自己，没有人能帮你记住过去。如果没有了过去，也便成不了如今的我们。方才那些话，以后别再说了。苑琴记住了。骆明熙，恭喜你啊，安乐。如今这朝堂之上，半数人已经受你恩泽，再加上这江南，也终于落下我们的棋子了。是我和寒夜，还有大家不知道的你。此去江南，有何收获？我随着那个荷花坠子一起去找到了一名叫做钟海的旧士身上，可惜时间过去实在太久，他已经下落不明了。但是在钟里文家中的花瓶当中，确实找到了8万名将士的名录，还有10余名幸存者，他们的名字都被圈出，其中便有钟海。看来这个钟海至关重要，我会派千月阁全力追查。阿乐，如今朝堂之上，半数已经是我们的人，不参选太子妃也可以。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，若是想掌控天下，无非手握权柄还有民意。当弟子缘化身为任安乐，本就是以身为饵。若我不入漩涡之中，又如何能让京城流言四起？待到始作俑者放松警惕，他才会露出马脚，我才能接近真相。可我怕你深陷其中，忘了复仇。寒夜治理江南水患，无论是他的胸襟还是智慧，都当得一个好储君。但灭我8万将士，还有灭我9族的人，正是韩家。他是寒夜。明白就好。朕跟你说的是太子选妃一事，你却跟朕说任安乐。既然陛下已尽数了解此事，也该知任安乐之功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你来之前，已经有刑部尚书和古云年为其上奏请功了。他为做太子妃而来，这一路上，却将古云年给得罪了个干净。无论他是否只求嫁于你，这个女子都必然不简单。朕已经允许她入选太子妃，以后她就是你的人了，你可把她给朕看好。臣谢过陛下，但臣还是想说，臣妃打住！朕今晚赐宴，有什么话就当面跟任安乐说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看不见我了吗？来，任大人，敬你一杯。
骆大人，分金离股的手法，刑部用的如何了？任大人的手法果然好用，所以呢，我连夜上奏，希望与任大人在朝中结为同僚，不要被儿女情长耽误了自己的前程。可是怎么办呢？我这个人心里就只有儿女情长，看来是要辜负骆大人的一番好意了。再说太子选妃一事，毕竟是我提出来的，如果我事先退出的话，岂不是就给别人做了嫁衣了？对吧，太子殿下？太子殿下，你平时还说我如此饮茶呢，怎么如今自己如牛饮水了？任大人，恭喜呀！哎呦，侯爷都来恭喜我了，实在是不敢当。任大人太谦虚了。试问座下各位，有多少人没有尝过你的手段？我看看啊，哎呦，就差侯爷您了，您可得谨慎点才是，别哪天您就领教到我了呢。任大人屡屡立功，怎么也有本侯的功劳啊？侯爷说的正是，如今古奇善还有钟离文都成了我的垫脚石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就不得不跟侯爷对饮一杯了。还有一杯，就预祝您的女儿可以成就我的太子妃。哦，然了，这毕竟是在正殿之上，那又如何？反正都已经撕破脸皮了，倒不如就让他狗急跳墙，说不定还能有点收获呢。骆大人，来。到了。都怪殿下不会喝酒，也不会替安乐挡酒，害安乐醉成这个样子。你没醉，别装了，快起来。殿下不也一直都在伪装吗？然了，你以后别再用太子妃之位当借口了。借口？我跟殿下一起经历这么多，你还是这么认为的？虽然我是输给了先皇的遗诏，但我并没有输给弟子园。无论你怎么说，他如今快要下山了，我们二人必须恪守礼节。那是谁？那日在江南客栈说什么10年惦念皆成过往的？我今后日日得见子园，惦念自然皆成过往。没想到殿下也会说这种赖皮话。然安乐，我必须信守承诺，护他周全。啊！我不听。去刑部。是。殿下深夜到访，为何不知会一声？以我们俩的交情，我就不能是不请自来？情能转浓，也可以见淡。殿下跟我是哪种，却未可知了。在江南的时候啊，我就在想，你要是跟我在一起就好了，那些烦心事儿都能找你聊聊。如今能跟殿下说知心事的，不还多了个任安乐吗？唯独是他，绝对不可。为什么？他又不了解10年前的那些往事。但任安乐冰雪聪明，一点就通，他怎么会不了解？倒是太子殿下你越是坚决，就越让人觉得心虚。我没有。你有。骆明熙，
我只是欣赏他的为人和才情。你不也是一样？原来太子殿下今日来找我，是想问我为任安乐请功之事。我就是在想，你为何对任安乐也如此上心？这个“也”用的倒是巧妙。我就是好奇，你在朝中从来不偏倚，不结党，特立独行，什么时候和他走这么近了？我之前跟殿下说过，请你把他让给我。你是说你的刑部？因为我也是孑然一身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总是揣摩不透你的心思。你看，你嘴上说要娶弟子园，但心里却不愿我和任安乐亲近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殿下，你又重话了。没想到我们的太子殿下也会近乡情怯。我只是许久未曾见过他了。相逢即是圆满。温硕，也先恭喜殿下了。只是你和安乐姐真的就止步于此了吗？我虽然一直没见过你说的岱山那位，但听你的形容，我觉得跟安乐姐更加贴切啊。可惜。还有什么别的消息？哦，殿下，选妃的消息一出，各家的闺秀们竞争得更加激烈了。凌香楼的盘口花样百出，越开越多，有投什么赵将军的女儿。子言若是下山，必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这任安乐劝陛下让帝家孤女下山，有何居心？此事必有蹊跷。任安乐一向不按常理出牌，侯爷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浑水摸鱼嘛，这水越浑才越好。帝家孤女绝不能下山。相爷，当年你我奉旨查抄帝家，帝家孤女都是看着的。若是他这次回来，肯定会找我们复仇。一介孤女，翻不起什么大浪。更何况现在不希望她到此地的，不止一位。陛下松口了，太后娘娘也不会轻易让她下山的。侯爷啊，静观其变。我看朝中有许多人举荐令千金，说不准这侯爷府要出一位太子妃了。调侃我？哼！太子选妃乃是朝中头等大事，我府现在处于风口浪尖，稍有不慎那就是登高跌重。这群没眼力见儿的，还在不断上奏。令千金是众望所归，侯爷何必唉声叹气呀？让他们不要再奏请忠义侯之女为太子妃了。记住，不要一听全听，要循序渐进。是。子安，只要我活着，帝子园就不能下山。既然他要下山，那他就不能是帝子园。
殿下，陛下有旨，弟子元改名帝承恩，方可下山。什么？弟子元改名帝承恩才能下山啊？弟子元下山乃慕天恩，因而自即日起须得改名帝承恩，以奉皇室恩典。为何要如此折磨子元？殿下，你觉得帝小姐她不会改名？10年前的那桩旧案，子元他断不可能认为自己是承慕天恩的。殿下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进宫见陛下。他怎能如此折辱子元？殿下，这不只是皇上的旨意，也是太后的意思。殿下，你现在触怒陛下，子元小姐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。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杀人诛心，他这道旨意下得真够决绝的。看来我们还是把韩仲远想得太善良了。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，不必生气。你若果真心如磐石，我倒可以放心许多。那你可以放心了。诛灭9族都已做了，留下遗孤当然是恩赐，能够换个名字下山当然是莫大的恩赐。够了。阿乐，我了解你，你断不会对仇人逆来顺受。子渊，10年未见了，你过得可好？我知道以你的性格，绝对不会改名下山。我可能一生都不会再见你。希望你在岱山能够安好。不对。也不对，日也下棋，夜也下棋，烦死了！这有什么好学的？棋你是必须要学的，毕竟他棋艺高绝。可是我不喜欢下棋。既然今日不想下棋，那我们改日再下。穆青，今日我听到了4声鸟叫，为什么只有3只鸟？有一只飞走了。不过也无妨，多一只鸟，少一只鸟有什么关系？这已经是我绣的第590只鸟语，也不知绣到何时才能逃离这方天地。山上的那位假的弟子元，如若他一口应下，别人怕是会起疑心。你叫我子元，我当叫你明熙哥哥。如若不是因为你当初将我送到靖南，就不会有如今的任安乐。山上那位本来就是可怜的绅士，又因为我被囚禁10年，为了能生存下来，换了一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名字。我不能因为一己私欲就毁掉他的一生。我们应该让他下山，我们应该。
让他恢复自由之身。真的是他的字迹，一并帮我包起来吧。好嘞。这本书我要了。哦，殿下，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。你可以换个别的吗？我都应你。换别的吗？殿下总允诺安乐看不上的东西。我们安乐寨的规矩是什么？想要的东西必须买到，买不到的东西抢也要抢到。所以这本书我要定了。这金子你是要还是不要，就随你了啊。要。安乐姐，这本书对殿下大有用处，我们可以给你2倍的金子。你当我们穷啊？然乐，你若是真的喜欢，我手抄1份与你，可否？那可也不是不行。但是太子殿下，你必须得告诉我，你为何非要这本书不可？这是子元父亲的遗物，我挑出来要送给他的。看来是送给情敌的，那我就更不能给了。哎，拿来！有本事殿下自己来拿。然乐，别混闹！殿下可要接吻喽！这下我看你怎么接。掌柜的，对不住了。你俩别笑了，赶紧收拾残局吧。走吧，走。然乐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是重情义、明是非之人。此书上有子元父亲的手迹，现在陛下下旨，让子元改名才能下山。若他最终决定不下山，也可作为一时慰藉。可是我听闻太子殿下在这10年间往岱山上送了不少书籍呢，万一他都已经懒得翻，看都懒得看了呢？他不会。你就这么笃定啊？因为子元尚且年幼时，便已胸藏锦绣。那可是在岱山上关了10年禁闭呀！这要是我，别说翻书了，我连话都懒得讲。你不是他，自然不能理解他。殿下聊起弟子园的时候，是最无趣的时候。他要是能不下来的话，那我可是占了大便宜。不如这样吧，他若不来，我便物归原主，如何？咱们就看看他来不来。哎，贵宾2位。真是您的自己，父亲，我必为帝家洗清冤屈。除了太子殿下送来的东西，都没有需要带下山的。太子也就会送一些古书、典籍什么的。最需要带下山的，是你。你真的要下山吗？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是陛下亲自下旨，引我回京。陛下的圣旨中不止这一道旨意。陛下圣旨中言：下山入京乃慕天恩，自今日起改名承恩。那又如何？既是天子恩典，我当然要承恩。承恩，帝承恩，是个好名字。弟子原乃太祖赐下的卿士之名，如今被弃若敝屣，叫世人该如何想？因为这个名字享誉的是他，受苦的是我，我为什么要对他视如珍宝？母亲，我终于自由了，你不为我高兴吗？帝家满门抄斩，绝不会承慕天恩。帝家就算死光了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造反本来就是要灭门的呀！帝子元10年前就该一起被处死，他能活10年，那就是天恩浩荡。若没有帝家和弟子元，你现在还只是个流落街头的乞丐。
那年我才8岁，8岁以前的弟子园是天之娇女，我却没有吃上过一顿饱饭。我当时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以为一顿饱饭就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，哪里知道10年之间被囚禁于岱山之上，日日夜夜除了云海，就只有你。母亲啊，犯了罪的人尚有被释放之日，我不过是贪恋了一时的温饱，就该失去一辈子的自由吗？我去拿药。安乐太过善良，同意假弟子园下山，但那姑娘下山之后，必然会有更多破绽。我们绝对不能有懈怠之心。让千月阁给穆青送信，那姑娘可以改名回京城，但务必让她给我看紧些。是，大人。穆青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记得是一个夜晚，你迎着光朝我走过来，我当时真的好开心。在不知道前方道路的山上，有个人跟我作伴。虽然你不怎么跟我讲话，但是我知道你是好的。每次惹你不高兴的时候，我都会穿上这件衣服，因为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，你第一次对我说了2个字：好看。虽然我知道，只是因为这个颜色，弟子园喜欢。我陪你一起下山。穆青，我就知道，你不会真的不理我的。霭霭庭云，蒙蒙时雨，八表同昏，平路一阻。殿下，你画的不是帝小姐吗？怎么这眉眼竟那么像安乐姐呢？这么些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她和10年前有无变化。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息，她大概是不会下山了。殿下，帝小姐决定改名下山了。
殿下。殿下这是高兴他下山，还是不高兴他改名了？他愿意下山，我自然是高兴。只是这么大的折辱，他竟生生的咽下了。我一瞬间仿佛有些不认识紫渊了。如果10年前帝子元没有被带上岱山，那现在和殿下并驾齐驱的，就是他，而不是安乐姐。但他现在已经改名成帝承恩，这帝小姐嘛，多半是废了。荒唐！你从小锦衣玉食，如何能懂得在岱山被囚10年之苦？紫渊这个名字，从来都不只是太祖赐下的荣耀。这个名字属于他，被融进他的骨血里。就算是陛下，也不能真正剥夺。10年前，韩家灭了帝家，剩下唯一的孤女，为何要让她改名下山？你们一个两个都向着外人说话，都为了外人来忤逆自己的亲生父亲。有些事情，朕非要插手不可。朕知道你日日喝醉酒后就去靖安侯府，那是罪人的府邸，以后不准去了。若是我偏要去呢？您还能下旨将我囚禁起来？朕已经下旨，将那里改为刑部大牢，就算你是公主，也不能随意出入。陛下不可，这让紫渊情何以堪？您已经下旨让他失去了名字，对他已是莫大的折辱，为何还要如此作践他的家？朕让他安然下山，已经是最大的恩赐。陛下，求您收回旨意。为了一个罪人，低三下四，你还真是朕的好女儿。哼！很快，他就会是这儿的新主人了。他不住这儿。今日韩仲远召我入宫，说科考舞弊案办得很好，所以赏我把这儿变成刑部大牢。这个韩仲远想的还真是周到。改名帝承恩是第一道折辱，把靖安侯府改成刑部大牢是第2道折辱。这韩仲远还真是个念旧记仇之人。巧了，我也是个念旧记仇之人。今晚我之所以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要再次提醒我自己，千万不能忘了当年的灭门之恨。不让我来，我偏要来。子渊，小时候我在这儿失足落水，你救了我，没想到造化弄人，现在池塘里的水接近干涸，而你甚至连名字也变了，你要改名叫承恩。这里也要变成了大牢。韩家对帝家可谓赶尽杀绝，为何两家会有如此深仇大恨？这靖安侯府，这一草一木，
一瓦一石，我斗无脸败绩。可是我又怕我战死沙场，忘记了这些噩梦一般的往事。安宁，太子哥哥，安宁，不要再忤逆陛下，陛下生气，你也会受伤。狄家满门被斩，就在这晋安侯府，紫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。我不敢想，却也不敢不想。每次都要喝醉了才来这里，假装这是一场梦。我知道，也记得，你在西北战场是勇敢的将领，回京后却只能夜夜笙歌，日日宿醉。你不必如此。我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，当年在这片池塘，紫渊救过我。那样的紫渊，是不会轻易变成帝承恩的。也许是，但是在岱山被囚禁10年的滋味，我们无法和他感同身受。我宁愿他在岱山之上，起码大晋会和平，紫渊也会安全。安宁，紫渊下山后，我会竭尽全力履行承诺。何人在此？惹安乐。太子殿下找安乐，安乐这不就来了吗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谁说我是一个人啊？快！骆明熙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你俩在这儿干嘛呢？深更半夜，花前月下，孤男寡女，还能干嘛？自然是聊公务了。聊公务？嗯。大理寺环境还不够好，你们2位还要来此处聊公务？这晋安侯府马上就要变成刑部大牢了，所以我提前过来看看哪里适合安置刑具。任安乐，我怎么不知你还关心刑具之事？唉，既然都已经被太子殿下给看穿了，那我便从实招来吧。其实，我此番前来，正是因为帝子园。这里可是大名鼎鼎的晋安侯府，帝子园住过的地方。苑卿曾经对我说过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所以我就是想过来瞧瞧，这帝子园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能够让你们如此念念不忘。你。从来都不跟我讲帝子园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想起来太子殿下跟我说过，在这京城之中，还能够关心帝子园的，就是骆明熙啦。唉，我此番把所有安乐寨水牢里的机关刑具一一都告诉了骆明熙，要不是因为那帝子园马上就要下山了，我定能谈一个更好的条件。嗨，安乐，你想知道紫园的情况，尽管来问我嘛。我可是重金押了你当太子妃，怎么会不帮你呢？早说嘛！任安乐，我不管你来侯府有何目的，以后都不要再接近此地。若被有心之人利用，我怕我护不住你。哦，
那这下好了，京城里2个最了解地子园的人都在这儿，你问他们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收了我的礼，哪还有先走的道理啊？你看，月亮这么圆，太适合一起喝酒了。走，安妮。好，走走，喝酒去。干！来啦，再来。子源性情率真，和你很是相似。要是有机会，你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。那他如果看到我跟太子殿下如此相亲相爱、如胶似漆，他不会吃醋啊？是同舟共济，肝胆相照。感情因为我抢了殿下本书，殿下还记仇呢。那书你也知道，并不普通。殿下赚个弟子园，我只赚本书，亏还是我亏。哎，我来。多谢骆大人，既然有酒有菜，不如玩点小把戏助助兴，如何？什么把戏？既是肝胆相照，等琳琅姑娘琴音一停的时候，这朵花落在谁手上，谁就诚实的回答一个问题。若是不回答的话，就得饮酒一杯，如何？不可。有何不可？你不能喝酒就不喝好了。就是，那快开始吧。来吧，小琳琅。还给你。就是你了。太子哥哥。殿下，我就知道这冤大头铁定是你。太子殿下，那我可提问了，既然这弟子园被灭了9族，为何你还要坚持娶她做太子妃啊？哎，这个我知道，我来替哥哥说。大晋建国前，帝家家主帝胜天拱手相让半壁江山，先皇为了巩固帝韩联盟，传位遗旨里确定子源为哥哥太子妃。来吧，继续，继续吧，继续，快。太子殿下。又是你啊，太子殿下！那我就再次提问了。既然太子殿下非弟子园不娶，那一是不是为了先皇的遗诏？那二就是为了替韩家还帝家的情啊！殿下，殿下，你不能喝酒。殿下，太子哥哥不善饮酒，我替了。继续，快，继续，开始。给我，殿下。终于到你了，我来。安妮啊，你为何不希望弟子园下山啊？这天下人都知，帝家对韩家有恩，却不知这韩家对帝家有愧。安宁，殿下，将军他沉郁已久，你让他发泄一下。安乐，你不知道吧？当年帝韩两家曾打赌，谁的兵马先抵达帝北城，谁便称帝称王。你猜？谁先到？是帝家。
是帝家赢了这赌局，却还是把这江山让给了韩家。你说，这帝家怎么可能会谋反？可是咱们的陛下却一意孤行，将8万帝家军和那帝家满门通通杀尽。安宁，够了。唉，如此血泪交织的往事，看来太子殿下一生都无法忘记帝子元了。他毕竟是帝家唯一的血脉，也是帝韩结盟、化解仇恨唯一的契机。可是太子殿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帝子元过了那么多年，说不定他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帝子元了。要么他回京呢，就是另有所图啊。这帝子元是我见过京城最恣意洒脱的女子，即便她改了名字，也会有人记得。那又如何？那我任安乐也是这世间罕有的女子。再来，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任安乐，这绢花次次由你起头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那你来好了。殿下。喂。骆大人，骆明熙，是骆大人。哦，骆大人，问吧。你为何总与任安乐一起出现在凌香楼？对啊。这个我知道。咱们这骆大人啊，看起来冷酷无情，可是他这心里啊，却惦记着。咱们的小琳琅。骆大人，我没说错吧？嗯，难怪琳琅姑娘总是那么难请，是早已名花有主了。骆大人，你原来喜欢琳琅？我可以向陛下请旨，为你赐婚。我的婚事就不劳烦殿下操心了，您还是快点选您的太子妃吧。对了。琳琅姑娘，这几坛酒就先存这儿了。为了骆大人的姻缘，我们以后会常来的。小姐，你们这场酒，这韩家人喝的就不羞愧吗？再一想承恩的名字，好了，他们俩都很难面对改名帝承恩下山这件事。也好，这是第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名字。小姐，您好像很怜惜大山上那位。安乐寨虽然潦倒，但是我备受大家疼惜，并不知被囚10年是何滋味。可他若抵京，那小姐你不必担忧，他所求的不过是一份安稳人生。可惜在这京中，他怕也只是无根浮萍。倒是你们，以后不免会遇见他，可记着别露出破绽，也别显得轻慢。那是自然。
这套剑法是紫渊教我的，练他教的剑，喝他爱喝的酒。眼看他明日就要进京了，我却不敢相见，我真懦弱。其实我不是怕他回来，是怕看见他，怕不知如何安放我内心的愧疚。生在皇室，本就很多身不由己，属下能理解，相信帝小姐她也会理解的。紫渊真的能理解我吗？他真的不憎恨我吗？哎呀，这雨可真大！殿下，哎，我做的功课要不要看看？先放着吧。哦，我听说，若不出意外，帝小姐明日便能抵京。殿下是在担心她夜雨行路吗？不，即便天时地利，只怕人也难合。紫渊，到了京城，会有什么样的惊涛骇浪等着你呢？这京郊风光真好。我听说，西北大漠每夜都有雁鸣，南国水乡清晨就能听到船歌，京城更是繁华热闹。听说每次过节都会放烟花，烟花绽开的声音更是动听。这些都是我自殿下送我的书里读到的，可是我每日只能在这一方小院里听自己弹奏的琴音。但是这里有我陪在你身边。是啊，还好有你陪我。承恩，到了京城，你还需要我的陪伴吗？进城干什么的？公爷，我是来走亲戚的。走吧。谢谢官爷。二位，通关文牒。我是岱山上下来的，名叫帝承恩。稍等。过了城门，我们就算进京了。过了这道城门，我此生便绝不会回岱山了。京城有诸多险阻，不适合你长期居留。不是只有我，是我们。我们要一起长长久久地留在这里。大人，帝承恩已入京，他住在陛下安排的远水阁里。不住在宫里也好，方便我们行事。还有他身边那人，我已10年未见，看来该抽个空跟他叙叙旧。是。两位姐姐，这被子是不是过于单薄了一些？还有，这房间里什么都没有。这原本就是给下等宫女在宫外的住处，
往日都是几人连成一室，只得一张床铺，现如今给小姐收拾成这样，也是太后娘娘的恩赐了。啊，是承恩妄言了。烦请二位姐姐回宫后，替我向太后谢恩。一个罪臣之女，还真以为自己被放下了山，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估计啊，还在做着太子妃的美梦呢。母亲，这一路走来，你可听到旁人都是怎么说我的？他们都说我是凭太祖遗诏入选，太子殿下对我并无过多挂念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岱山下的惊涛骇浪，不是你能承受得了的。我不信，殿下每隔3月都会给我送来礼物，10年间从未间断。殿下明明那么盼望我归来，殿下等的从来都不是你。母亲，我是把你视为最亲近的人，才对你说这些真心话的，可是你却每次都要害我伤心。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会护你无虞。帝小姐，刑部尚书骆明熙求见。叫他进来。母亲，听说这骆明熙10年前是帝子园的贴身护卫，跟他寸步不离。你说我该不会被他识破吧？只要你把我说过的话都记在心里，不会有事的。明熙哥哥，承恩。明熙哥哥，久别重逢，我们竟有10年没见了。是啊。快坐吧，我给你泡茶。好。你这房间也太过简陋了。到了秋冬的时候，京城会非常冷。待会儿我派人拿些暖和的衣服和被褥给你送来。已经很久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了。你我从小一块长大，就像亲兄妹一般。若不是那道旨意，我还以为我们会一直留在荆南呢。13年前，先皇遗旨钦定我为太子妃，父亲送我入京。你不放心，便陪我一起来了京城。那个时候我年少意气风发，第一次见到太子殿下，便跟他大打出手。哎，你还记得当时是因为何事吗？为我举办的宫宴上，殿下姗姗来迟，出言与你挑衅。明熙哥哥，你还赢了殿下一招。是啊。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会跟他是一生的宿敌，但不想他以后一得空便来建安侯府，到贵恩阁找我比试，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。明熙哥哥，你记错了。哦？你住的是秋水阁，我住的才是桂圆阁。哦，对，我记错了。时间太久了，也记不太清楚了。不过还好你都记得。这10年，我也只能日日温习那些前尘旧事，方能度过那些难熬岁月。
委屈你了。不过你如今已经回到京城，也算是皆大欢喜了。承恩啊，不必再送了。如今京城危机四伏，还是少出门为好。明熙哥哥，你会常来看我吗？这京城里，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。你的侍卫看起来倒是挺忠心的，有他陪着你，我也放心很多。是，穆青对我一直很好。那就好。明熙哥哥慢走。你干嘛？属下只是想看清将军脸上的表情，才能为将军分忧。就你这张不苟言笑的臭脸，还想为我分忧？那将军喜欢这里的哪一张脸？属下可以换。将军喜欢这样的？不喜欢。那这样的呢？看来为将军分忧，属下做到了。行了，少在这儿丢人现眼了，走吧。那这位故人，将军不见了？看到他过得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可还记得，你何时开始效忠我骆家？属下生来便是骆家死士。那你上山时，年岁几何，又终于何事啊？上岱山时，属下16，岱山之上，守护小姐。是监视。是监视小姐，属下日夜不敢忘。16岁，是个情窦初开的年纪。大人说笑了，属下心中只有骆家。你从小就在我身边，我知你成熟可靠，但是他关系重大，若出半点差错，影响大局，